苏医师，我先走了。苏医师，我先下班了。你今天真的不回去了？我怕上天临时有状况，留下来比较安心。你不是下班了吗？怎么不早点回去啊？不然我留下来陪你好了。我们两个都留下来的话，明天早上谁要照顾张健？你放心，我可以的。翠华，你下班了？你还在忙啊？临时要轮急诊。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哦，好，早点回去，早点睡。拜拜。一华，你在外科的事我都听说了。消息传得这么快啊！本来不想让你知道的。你是觉得不需要跟我说，还是不想让我知道？想说你自己的事情就那么烦了，干嘛要听我的垃圾？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不应该你所有的事情，我永远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加油吧！你也是。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护理长，拜拜。堂姐，好消息，我找到了。你找到什么？泼红墨水的人就是邓念伟。那还用说？然后呢？根据我可靠的消息，那个麻醉科医师关心的姐姐派人去打邓念伟，所以……哦，好，那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嘛。是啊，关心的姐姐叫关华，可是她人现在在警察局。干嘛？被警察查出来了？不是，她是嗑药被捕。好玩，好玩呢！这个故事很棒。医生姐姐嗑药，那她也应该会被调查吧？看看药品的来源什么的。如果关心也有问题的话，那就更赞喽。话是没有错，不过我觉得她看起来不像。哎呀，管他像不像，疑似，你懂不懂？这是全世界最好用的说法。恶医师草菅人命，教唆流氓姐姐打人，想要逼被害人家属妥协。恶医姐妹在医院担任麻醉师，疑似提供解药品吸毒，太棒的独家了！
你明天在开始报新闻之前，记得一定要把这2段跑马字幕打上去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还有啊，你明天去访问你那些邻居的时候，也记得。人来了。杨小姐，一个人来了。想起来弄死一个人啊！不是这样的，刘先生、邓先生，我们院方开会讨论了很久，我们真的能够体会你们心中的悲苦。我想陈太太有跟你们提过，我们希望有一些弥补，这一点我们真的很有诚意。废话少说啦，如果你们真的有诚意的话，那就把你们的诚意拿出来看啊。是，诚意，之前你们提过800万。可是800万这个数字和院方的认知上有很大的落差。小姐，一条人命哎，我用800万换你一条命，你换吗？这点我们非常了解，但是医院对于这样的事情有处理上的合理性，800万这个数字实在有点困难。你们能不能稍微做一些让步？我们让整件事情有谈下去的机会。想杀价？哎，我们生病上医院，可从来没有跟医生杀过价。这不是杀价，是希望你们能够体谅，院方真的很有诚意，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尽快解决。依你说，怎么样尽快解决？我们目前有筹到300万，从800万到300万，哇，打3折啊！你当我们什么啊？年终特卖会随便你杀价了？秘书小姐，你是开玩笑吧？我知道有一段差距，可对我们院方来说，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。笑话！谁不知道你们黄院长夫人是个大收藏家？她在古董拍卖会上面随便喊个价，也不止300万吧？我不想跟你废话，我要的很简单：一，认错道歉；二，赔偿800万，就是这样。我知道这个金额你不是很满意，关于这一点，我会回去跟黄院长报告，我们再做努力。可是我想强调，我们做这样的赔偿是出于道义上的，所以关于认错道歉，我们可能还要再商议一下。你现在是怎样啊？医生读的书比较多，是不是？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！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没有错的话，你们为什么要赔偿呢？我不想跟你讨价还价，我要的是认错道歉，赔偿800万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邓先生，那好，800万我来想办法。可是道歉赔偿，可不可以请你考虑考虑？关医师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可以进去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来上个香，也看看你母亲。请进。
给我吧。妹妹啊，是谁来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把花拿回去。我女儿已经死了，她不需要花。我去帮你倒杯水吧。谢谢。我只想来表达一下我的想法。朱妈妈，请你同意让朱慧英接受病理解剖。解剖？你是说解剖？如果你有个女儿，这从小你一点一滴的把她养大了，她死了以后，你会让人家在她身上贴了个乱七八糟的吗？你朱妈妈，我能明白你的心情，可是这是厘清真相唯一的方法。妈，不要生气了。还好吗，朱妈妈？你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我替你看一下？他最近血压升高，常睡不着觉，去给医生看过了。朱妈妈，病理解剖对我一点利都没有，可是却可以让真相大白。反而是你们拿着他的遗照到医院大厅去示威抗议，这样子是不会有答案的。关医师，我们也不想这么做，要不是因为你们医院态度实在太过分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。我们别无选择。你们别无选择，这也包括你们叫人侵入我家，把我家砸烂，然后留下血债血还，这也是无法选择的吗？还寄朱慧英的遗照，还有个面粉炸弹给我，这样已经不是抗议了，这样是利用朱慧英的死，在当作筹码，在威胁我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是我凭良心发誓，我没有对不起过朱慧英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医生能做的、该做的，我全都做了。我姐姐被你们活活医死，到底是谁对不起谁？难道像你们这样拿他的遗照到处去勒索要钱，就是对得起他了吗？请你注意你的措辞，到处勒索要钱不是我们。你们难道一点都不知道？我们不知道他会这么激烈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朱妈妈，我没有要求你不要追究，我只是希望你同意让朱慧英接受病理解剖。解剖之后，谁是谁非清清楚楚。到时候你们要求要怎么赔偿，要怎么告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你请回吧，我不可能答应的，不可能的。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好再谈的了。冷静一下，听我说。如果你们真的这样莫名其妙接受了赔偿，让这件事情早了结，朱慧英才真的会死得不明不白的。关医师，请你不要再说让我妈难过的话，你该走了。朱妈妈，我再说最后一句。如果这次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下一次同样的意外一定会再发生的。我不能让他死了以后，还要让他被人家开膛破肚。难道你忍心看到下一个母亲因为同样的事情在这里哭吗？关医师，够了！我在乎你们的心情，我在乎朱慧英的死因，因为我不希望再有无辜的病人因此而受害。你就那么有信心？解剖的结果对你绝对有利？我不是确定解剖的结果对我一定有利，我只是要求一个机会而已，求一个对朱慧英、对你们家属、对我们医生，甚至是对下一个病人一个公平的机会而已。
我请你们帮我们找出慧英的死因。就像我刚才说过的，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一个病人因为相同的原因而死掉。请你们慎重考虑一下。我先告辞了。其中有一名关姓女子，经查明身份后，发现是近日联大医院爆发的医疗纠纷案件中，事件主角之一的麻醉主治医师关心的亲姐姐。据警方指出，这位名为关华的女子，正是与关心为亲生姐妹，没有正当职业，也经常出没于夜店。警方在其住屋处发现大批药丸及大麻等毒品。记者在实地了解后，发现关姓姐妹似乎与黑道有着复杂的交往关系。在联大医院医疗纠纷案发生后，同时间也发生一连串黑道介入的相关事件。经院方同仁指出，关心平日很少提起自己的生活背景，与同事间也少有互动。的确，曾经看过关华到过医院找过妹妹关心。这次关华涉嫌吸毒贩毒案，也让警方怀疑是否与院方麻醉药品管制不公有关，正积极展开深入调查。而院方也表示将全面配合检调单位稽查。院方与关医师如此的处理态度，实在不禁令人为民众的医疗品质而捏把冷汗。而身为国内教学医院的龙头，联大附设医院，关医师的确该为这起事件给全民一个清楚的交代。以上是记者马一芬在现场为您做的连线报道，我们也将会继续追踪这则报道。现在我们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播。好的，谢谢一芬在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。谢谢导播。联大医院近期所爆发的医疗纠纷案件，可以说是像滚雪球之般的越滚越大。小优走吧。在医院方面，不管是黄凯云院长或者是关心医师本人，到目前为止，似乎都还没有打算出面来说明这起医疗纠纷的真相实况。而关于小优拿机器走。的后续发展呢，本台会持续的为您追踪。关医师，对你姐姐关华吸毒被捕以及涉嫌教唆伤害邓念伟，你有什么看法？邓念伟是不是我姐叫人打伤的？你只听了他一个人的说法，就直接这样报道，会不会他不负责任？那吸毒被捕的事呢？总是事实吧？他是否吸毒，这应该交由法院去调查判决。你不是警察，也不是检察官，你无权过问。我只是问你个人的看法。身为一个麻醉师，又有个涉嫌吸毒的姐姐，难道不需要给大众一个交代吗？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，我不需要因为你个人任意的怀疑而对社会大众有任何交代。而身为国内教学医院的龙头，联大附设医院及关医师的确该为这起事件给全民一个清楚的交代。以上是记者马一芬在现场为您做的连线报道，我们也将会继续追踪这则报道。现在我们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播。好的，谢谢一芬在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。联大医院这次所爆发的医疗纠纷案件，可以说是像滚雪球之般的越滚越大。但是在医院方面，不管是黄凯源院长，喂，党成，是我，洪威。本人到，放开我！我没办法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请问一下，关华是不是在这里？什么？我叫关华。你是说昨天那个吸毒被收押的恰杂报啊？我可以见他吗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妹妹。你是他妹妹？李警官，你要找的人来喽。李警官负责关华的案子，他正好有些事情要问你。你就是关华的妹妹，在联大医院当麻醉医生的关心。是。我们刚好有事想问你。我们是昨天到 KTV 临检的时候，查到关华疑似吸毒，而且神志不清。将他带回警局验尿之后，证实他吃的是摇头丸。我可以保他出来吗？本来是可以保他，他只有自己吸食。身上并没有藏毒，可是吸毒之外，
昨天有一个叫邓念伟的，说要告关华教唆伤害。不可能，我姐不可能找人去打他。可是他已经承认了，他说是因为邓念伟跑到你住的地方，把东西全砸了，而且写下恐吓的话，他才会那么做的。有这件事吗？有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请你详细说明一下。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？请问一下你要找谁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找关英小姐。那边，谢谢。洪律师，文心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位是？这是我名片。我是威宝瑞华联合律师事务所的代表人，也是他们的律师。关于关华涉嫌吸毒以及教唆伤人的事情，现在交由我处理。你好，我是洪威。护士小姐，我先生他的伤好像还在发炎哎，他已经痛了一整天了，也没有人帮他换药，是不是可以请医生帮他开一些止痛药？请问是哪一床的病人？1903A 床。1903A 床，是苏医师的病人。不好意思，等苏医师来了，我会跟他说，他会立刻替你换药。那还要等多久啊？你们这些护士不能先去帮他看伤口吗？我看隔壁床的病人，他们都有护士帮他换药啊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到苏医师来才可以呢？对不起，我们真的很忙。你说这是什么话？对不起，我等一下马上过去帮你先生换药。马上哦。你们是怎样？看到苏医师的病人像看到鬼哦。阿长，我们也不愿意呀，我们也只是个小护士，那所有的医生都不肯帮他的忙，我们能做的也有限。把该做的事做好就对了。你们过来一下，下星期要重拍，大家辛苦一点。为什么？我要排休。排休？休年假连休7天，从明天开始。啊？为什么？护理部强迫休假，要我休1个礼拜以上。为什么强迫休假？怎么这样啊7天哎，对啊，为什么？服务员真的太糟糕了。是因为上次帮苏医师的忙吗？护理站直接这样告诉你吗？这样啊？反正班表你们自己排一下，我会一直值班直到明天早上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帮苏医师，不要让他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啊，那会不会到最后我们整个护理站的人都被强迫休假，然后一个人都没有？不会吧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样？买到了，买到了，终于买到了！我排了1个小时，买到你最喜欢吃的泡芙。你还有这种美国时间买泡芙啊？又不是上班时间去买的。叫你去帮忙苏医师，你都没有时间；叫你去跟刀，你也没有时间。要吃你自己吃，我可没有这个心情。外科护理站，谁？现在。唐主任查房。孟先生3天前因为充血性心脏病接受手术，昨天从加护病房转进普通病房，预后良好。感觉怎么样？有什么地方觉得不舒服啊？真好，真好。我这心脏爱换血管。你的主治医师啊，技术很好的。充血性心脏病现在的手术很普遍，危险性不高，所以只要你好好休养，之后可以跟以前一样生活。你恢复得很好，我看很快就可以出院。叶元璋健因为车祸，所以导致多处外伤以及腹腔严重出血。手术后轻度昏迷，有生理反应，但是意识还是不清楚。
目前在加强抗生素投药，避免败血病产生。但目前最需要的应该是进行第2次腹腔手术，取出血块，避免再度感染。这个是谁的病人呢？报告主任，是苏医师。好得不得了，我还查什么房啊？院长，不是我对唐国泰有什么偏见，身为一个大主任，却为了刘新平手术这件事情，要所有外科人去排挤苏玉华。那不说别的，要是病人因为病情耽误而恶化了，怪到医院头上来，到时候很难处理的。我也说句真话，我真不知道拿你们2个该怎么办呢。刘新平的手术这么简单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而现在你，院长，这本来是外科的事情。我今天跟你讲这些事情呢，绝对不是因为我跟唐国泰之间有什么恩怨，这可是关系到病人的安危，还有整个医院形象的问题。难道你就放着唐国泰这样乱搞吗？难道你们就不能让我在退休之前过太平的日子吗？院长，你不能因为要退休了就不管医院的事情吗？苏玉华这个事情现在不处理，那留个新的院长上任的时候再处理嘛。到时候如果再发生医疗纠纷的话，即使你退休了，也会被波及到。大明啊，你看我每天进来能够做什么？我每天进来就是在收拾东西。我现在可以很诚心地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像唐国泰的那些小事情，你就不要管了。想想你自己，该到手的东西到时候落了空，你是什么感觉？你会怎么样？院长，你放心，所有事情呢，我都盘算过了。那该出手的时候，我就会出手。对。我知道你的个性，你是老谋深算，但是人生有很多事情，你不一定是可以掌握得住的。好，那关于最近你们护理站这边人手不太够，忙不过来这个问题，主任他已经跟护理部那边协调过了。应该会从小儿科那边调一些人手过来支援大家一下，好不好？秋富，我担心这样还是解决不了问题。是，最近每个医师的排到量都越来越大，这样下去，外科的工作量会超过负荷。应该还好吧？可是秋富，最近病房几乎全满，很多刀开完后都要做术后处理，而且苏医师又不能开刀，很多病人在等着他。哎，什么叫做苏医师不能开刀？他可以开刀，可是没有人敢跟他的刀，他怎么开啊？是这样子吗？有这种情况吗？苏医师能不能开刀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主任又没有规定他不能上刀。如果他自己觉得有压力的话，他应该去面对他，解决他嘛。他的压力就是没有人敢跟他的刀，不是他面不面对解不解决的问题啊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我觉得，如果秋夫可以的话，去跟主任谈一谈，不然你给我再多的人手，我也压不住。好，可以呀，我可以去跟主任谈，但是我希望你也跟苏医师谈一下。主任还是主任，他还是我们的老师哎，没有必要把问题搞这么大吧？阿长，既然你这么挺苏医师，那你就去劝劝他。
叫他去主任面前说2句好话，不要搞到最后把病人都拖下水了。可是苏医师的脾气，他是不可能会道歉的。所以咯，如果他自己不去解决的话，我们再怎么帮他都没有办法。就这样。新鲜空气，谢啦。光华，你不要一出来就抽烟好不好？拜托，我在里面闷2天，抽1根就说怎样？靠！小子安看我打火机。哎，给我打火机来一个。对不起，我不抽烟。哎，新男朋友啊？这位是洪律师，我刚才跟你介绍过了。律师也可以当男朋友啊，像这样多好，随口随到有麻烦，一下子处理掉了嘛。你闹够了没啊？你以后还继续闹下去啊？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人生啊长得很，要有备无患。3种人：医师、律师跟会计师。我告诉你啊，托你的福啊，这3种是差1种也没有认识。我觉得你姐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好吧，我送你们回去。谢谢，不用了，你们自己回去就好了。不会麻烦啊。你有车？就在前面。早说嘛！哎呦，我们杵在这边干什么？快走，快走！不用麻烦了，我们自己上去就好了。今天就麻烦你多事。没关系。哎，你很没有礼貌哎！人家说我们回来也不请人家上去喝个茶。不好意思，下次再请上去。谢谢。我们改天吃饭。好。法国料理哦。拜拜。好累哦。哎，口很渴哎，有没有什么可以喝的啊？只有开水，爱喝不喝随便你。干嘛你那么臭啊？你不爽不要抱我出来啊！你为什么叫人去打邓念伟他们？我教训他们啊，我让他们知道你是有靠山的，叫他们少动你。你知道你这样只会让事情越来越麻烦呐！哎，我是在帮你出气耶，我在帮你耶。你在帮我，真是够了！你为什么总是要自以为是？我这么努力在解决这件事情，被你现在这样一搞，我怎么去跟朱家人谈？你的方法跟邓念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拜托你好不好？算我求你好不好？我的事情你不懂的，你不要管，可不可以？我从刚才进门到现在，你有跟我说过一声谢谢没有？因为你什么事都懂啊，你说你有多了不起啊？我是在保护你，你知不知道？谢谢你的保护，我不需要，我只请你离我的世界远一点。今天的新闻你看了没有？我们被人家写成什么样，你知不知道？今天走进警察局的时候，他们看我的脸像在看犯人一样。你自己不要脸，自己丢脸就算了，你不要把我拖下水好不好？丢脸？你又只怕丢脸？我一心一志想保护你耶，你却只在乎你丢不丢脸。对了，像你这样的医生，怎么出我这样子的姐姐？
我从小到大都让你们觉得很丢脸，对不对？国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不要用关华，你叫过我医生姐姐没有？对，你是高材生，你是模范生，你是妈妈眼中的心肝宝贝。你跟你那个大姐都是，你们都是天才，你们才是官家的小孩。官家怎么出我这样的小孩子？我高中都没念毕业哦，还一天到晚在被鬼混。我夹在你们中间，我根本是个垃圾，你们都巴不得我消失。你跟你妈都一样，你真想去帮我消灭我的。不要动我！你们都不了解我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跟你们一样，我想变成很好的小孩，我想变成很优秀，我也希望妈妈觉得看到我很骄傲。我想要看到妈妈看我的眼神，跟看你们是一样的。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做不到，我就他妈的做不到。文心，你在家吗？我是一华。文心，文心，我是一。你怎么会来？我听说你姐姐的事情，还好吧？暂时没事了，你可以在楼上睡觉。哦。你吃饭了吗？你肚子饿了是不是？快去吃点东西好不好？至少喝点东西。好啊。等我一下。嗯。你有没有想吃什么？前面有个小吃街。随便都可以。我记得前面好像有一家牛排馆，东西还不错，我带你去餐看吧。吃完以后，我们可以去地下室吃冰淇淋。你不是最爱吃冰淇淋吗？听说下面都应该还蛮好吃的。开始旅行，寂寞很清醒，我在靠近过去的边境。有些恋人只是路过时的风景，曾经太过年轻，却绝对真心。我给的爱是种任性，不懂花开只一次的爱情，曾经太过年轻，泪纯真透明。
1903的林太太，她的肝指数过高，请内科重新会诊，照个超音波，看有什么其他状况。1923的张先生，他右侧食指发紫，许医师 order 一个 aspirated blind valve Q4H push。1916的张健，他的状况比较不稳定，要特别注意。好了，我要去休假，大家辛苦。文丽，你真的要休1个礼拜的假吗？哎，文丽，我知道你值班了24小时，你很累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没关系，我的病历已经打好了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苏医师早。苏医师。苏医师早，我们先去开刀房。对不起，苏医师，我要去了病历室。郝孝刚，你刚刚不说你没事吗？你现在去哪里？你走啊，你走啊！病历室，你最好给我跑远一点，不要被我抓到！这个没有出息的家伙，还想送我回家？你想？护理长。你昨天值班值到现在？对啊，因为我要休假，家里有点事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交代小七跟 Coco， 有什么事他们一定会帮你的。张健，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我先检查一下。血压多少70-30。应该是初一休克，要立刻送开刀房。可是什么啊？通知手术室啊！喂，小佩，赶快通知开药房！191病床病人现在马上下去，不管那么多了，现在马上就要下去了啦！张太太，我现在必须把你先送到开刀房进行手术，请先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苏医师，你曾经答应过我的，他一定有机会看到他的孩子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。需要开刀，我刚不是联络过了吗？对，你是联络过啦，可是我的人都上刀了，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啊。那急诊开刀房嘞？急诊刀开了2件，还是一样没有人嘛。我不管，我被现在很急，我就是要进去了。苏医师，苏医师，苏医师。发生什么事？你还敢问我发生什么事？张健现在状况危急，需要立刻开刀，却没有一个人肯帮苏医师，连你都像只狗一样夹着尾巴躲到这里来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吗？难道你不能站在我的立场替我想一想吗？你为什么要逼我？如果我去帮他，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我不能再自己带下去。那又怎么样？你是来当医生还是来搞派系的？你是进来救人，还是来搞斗争的？我在这里是当医生的。那你去不去？我不能去。郝孝刚，我很看不起你。就算有一天你能够当成教授，我还是看不起你，因为你根本没有资格当医生。
早就告诉过你没有人。就算你把病人推进来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啊？他现在状况这样子出问题，你要负责是不是啊？赖主任，拜托你帮我麻醉一下我的病人。我要去帮第3手术室的病人麻醉。赖主任，算我求你好不好？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没有人。如果你硬要开这台刀，所有后果你自己负责。那怎么样？他现在状况你们没有看到吗？那你们见死不救，你还算是个医生吗？好，我可以帮你的病人麻醉，可是这里只有你一个医生，你怎么开呀？啊？我的护理长已经帮我去找人了，等下就有人会过来。如果有人帮你，我就帮你。哇，苏医师好厉害，一个人开这么大一台急诊刀啊！